这是马斯克的新建在第7次试飞失败之后，中国互联网上我所看到的真实评论。一不留神，张口就是人类文明的高度，工程师的罗曼蒂克，要不然呢，就是划时代的企业家，全人类的英雄。这个的字还是个错别字，典型滴滴的不分。当然，你说这样的评论啊，有没有问题？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啊，咱们找不出问题，因为怎么看待马斯克是每个人的自由，你可以崇拜他，可以觉得伟大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但是你再看这个啊，这是相同时间中国一家科技企业最新公开的人形机器人，它和前段时间火爆全球、无比灵活的机械狗出自于同一个团队。咱先不讨论别的公司啊，就说把机器人做到了这样的仿真程度，运动步态流畅度达到这样的水平，那是真不错了吧？哎，评论区再次发力，上来就阴阳怪气的问了一句：英伟达的芯片吗？怎么像是 AI 生成的呀？还有干脆啊，就直接编故事了，搞得跟本人在现场一样，娓娓道来，结果一看 IP 地址未知。好，那么看到现在我就好奇了啊，中国本土企业把机器人做到了这种程度，这样的完成度都还是得不到网友的认可，那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被严格的评论区给表扬一下子呢？哎，果不其然，在2024年底啊，马斯克拿出了一台半成品机器人，视频底下瞬间沸腾。说真的，故事讲到现在，我估计有大量的网友已经有些感同身受了。这并不是恩哥精心挑选的个例，而是在过去这几年中国互联网上客观存在的不良风气。确实有这样一批人啊，他们对于中国任何的科技成就、经济成就、社会成就都是尖酸刻薄、挖苦嘲讽。新能源车一日千里，迅速抢占了全球市场。他们说没意义啊，人家欧美、日本根本就不玩电车。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去年突破25万亿大关，刷新了历史记录。他们说越南啊才是下一个制造业基地。中国的新农合医保380块钱一年，他们说太贵了，不交。人家美国看病免费医疗，搞得美国网友自己都震惊了啊！你们就这样宣传美国的？我咋不知道自己是免费医疗啊？最近这段时间啊，国外网友不是集体涌入了中文社交平台吗？好，这下子啊，终于可以当面确认了，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信息就是在美国1美元可以买炸鸡，刷盘子也能买到 Big House。而美国人自己听了，首先反问：写这种文章的人是不是收了什么脏钱啊？其实无论赞扬还是批评啊，我觉得都是正常，都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前提啊是要客观，是要统一标准才行。无论是前面提到的新建，还是什么机器人，那就仅仅只是案例而已。我真正想说的是，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，为了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，为了提高普通人的生活质量，做出了不计其数咱们看不见的努力。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看不见啊，才让很多人将此刻一切的物质基础生活条件视为了理所应当。如今美国的网友在隔着手机看到了中国的基础设施，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真实的生活面貌之后，回去在自己的平台里啊发出了一连串的感叹。拜托，人家中国人就仿佛生活在未来世界，而我们呀就像生活在一间小木屋里。中国人给我的感觉啊，是他们无论贫穷或者富有，每个人啊都特别开心，这才是真正的发展和先进。中国网友看起来就充满着活力和健康，而我们呢老有一种微死感，有意思对吧？某些人嘲讽那挖苦的，哎，在地球的另一头啊，恰恰是他们所羡慕的。甚至就连埃隆·马斯克，我说句实话啊，他在中美互联网上的口碑真的可以说是两个极端。其实早在1800年前，诸葛丞相就曾说过啊，不宜妄自菲薄，隐喻失意。而未来呢，随着全世界人民沟通交流的深入，那些存在许久的信息差只会是逐渐消亡。而那个时候啊，我们也许可以真正意义上的平视全球。